1985年9月22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世界经济的命运在纽约的广场酒店里悄然改写。当天，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及 G5 集团的财长及中央银行行长集结一堂，共商大计。他们的目标是为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一个重大转折。这一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在那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这次会议不仅改变了各国的货币政策，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几十年全球经济的走向。会议的焦点是解决当时困扰世界的几个关键问题：通货膨胀、贸易失衡和货币市场的不稳定。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以及协作干预外汇市场，目的是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这一战略举措不仅是为了缓解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也为了减轻其他工业化国家因美元强势带来的压力。广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进行更深入合作的时代。该协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签署当时的预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贬值确实如预期般发生。这不仅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也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刻理解广场协议对当时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之后，不难发现它在当代甚至未来经济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深远的启示。协议签署后，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有序贬值，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一货币政策的微妙调整，不仅直接影响了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也间接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首先，美元的贬值使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对于缓解美国的贸易赤字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其他 G5 国家也因此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例如，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出口企业受到影响，这迫使他们寻求新的市场策略和经济调整。这种跨国界的经济互动不仅展示了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广场协议同时也启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再仅仅是单一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一个需要跨国协商、共识建立的过程。这一点在后续的多个国际财经会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G5 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为后来 G7、G20 等更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广场协议也为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危机应对提供了重要的教训。美元贬值的过程中，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一系列的波动，这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适时有效的国际协作对于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广场协议不仅是一次经济政策的转折，更是一次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的革新。它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签署当时，它变革了国家间经济互动的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在一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中进行有效经济管理的深刻洞察。在这一全球化时代，经济政策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波澜。广场协议的历史经验教会我们，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现全球繁荣的必要途径。这一点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无论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贸易摩擦等，国际间的协作与合作都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回顾广场协议，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次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更看到了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智慧和策略。在这个基础上，国际社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各种挑战，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努力。当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广场协议对后续几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可以发现，这一协议不仅在短期内调整了货币政策和贸易平衡，更在长远上塑造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框架和方向。
这一转折点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中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种种挑战和不稳定因素。广场协议后的世界经济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变的局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增加，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相连。这种深度的相互依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都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广场协议所倡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为了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此外，广场协议还突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迫切性。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难以满足新的经济现实。广场协议的实施，促使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在实践层面上，广场协议的经验也为后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见证了国际社会在危机应对中如何借鉴广场协议的合作精神，通过各国央行的协调行动来稳定市场。这一过程再次证明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的重要性。回顾广场协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次经济政策的成功实践，更能洞察到一种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智慧。在当今世界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如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这种跨国合作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广场协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实现长远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这种合作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协调，更需要文化、价值观及利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跨国界的合作模式不仅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关键，也是塑造一个更加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基石。总结而言，广场协议不仅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更是一个关于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深刻启示。它的实践经验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教导我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经济管理和国际合作，为创造一个平衡、稳定且共荣的全球经济体系努力。随着对广场协议深层次意义的探究，我们更能体会到它在当今多变经济格局中的持续影响。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货币政策调整的典范，更是国际合作与协调的重要里程碑。它向我们展示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如何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应对共同的经济挑战。从广场协议中学习的一个核心教训是，国际经济关系不应仅仅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更应基于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这种理念对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各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不仅影响着自身，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与平衡。因此，积极推动国际间的经济对话与协调，对于应对跨国界的挑战，如金融危机、贸易纠纷、气候变化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广场协议还提醒我们，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现实和挑战。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也需要相应更新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实现共赢，是每一个参与者共同的目标。进一步来看，广场协议的经验也为当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国家间的合作不应仅限于经济领域，更应涵盖政治、文化、环境等多个层面。在这个过程中，维护多边主义和推动国际合作的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公正、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繁荣。终结时，我们可以说，广场协议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经济格局，也为后来的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参考。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继续汲取这一历史经验的精华，不断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共荣的世界努力。